在克里米亚的俄军被炸后，种种消息都表明乌军即将对克里米亚发动军事行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猜想呢？首先是乌克兰国防部长列茨尼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及北约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不能在俄罗斯境内使用，但这不适用于暂时被占领的克里米亚。乌克兰与美国达成协议是不会在俄罗斯联邦的领土上使用美国及北约提供的武器，但是对乌克兰暂时被占的领土及敌人所在的地方，乌克兰却没有这样的限制。这很明显就放开了关于能否攻打克里米亚的手脚。毕竟现在乌军打出的炮弹导弹大部分都是北约援助的弹药。其次是在8月17号，泽连斯基提到克里米亚一连串爆炸时表示，选择离开当地并返回俄罗斯的人，这才明白克里米亚不适合他们。正常的克里米亚是黑海附近娱乐和旅游胜地，但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却意味着弹药库爆炸以及高死亡风险。他表示，乌军正对克里米亚占领者进行去军事化行动，而有数据显示，目前连接克里米亚和俄罗斯本土的克赤大桥车流量达到创纪录的每天38300辆，人们争相恐后的逃离该地，导致大桥堵得跟高峰时期的忠孝东路似的。而不仅是当地俄国人对安全失去信心，就连俄罗斯军方领导层也对俄军在克里米亚能否保持安全失去信心。普大帝甚至直接把俄军黑海舰队司令炒鱿鱼了。据俄罗斯方面消息流出，维克托·索科洛夫中将取代伊戈尔·奥西波夫上将担任驻克里米亚黑海舰队的指挥官。不过这番操作属实是多此一举，公司都被干倒闭了，换个 CEO 还有啥用啊？而俄罗斯领导层甚至将最近乌克兰对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袭击定性为恐怖主义行动。俄罗斯任命的克里米亚占领区负责人谢尔盖·阿斯克诺夫于8月17号声称，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经消灭了一个恐怖主义组织。他还指责乌克兰政府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协调了该组织在克里米亚的恐怖主义行动。这种说辞简直离谱，之前是拿烟头说事，现在眼看烟头背不动这口锅，又开始拿恐怖主义组织说事了。以上这些消息总结下来，无非就是一，克里米亚老子打定了，俄罗斯人能跑的赶紧跑开。2. 俄军很害怕克里米亚的局势，黑海舰队领导都换人了。3. 俄罗斯要把乌军的袭击安到恐怖主义头上，争取让人相信是乌克兰在支持恐怖主义袭击，从而为自己找回点面子。但面子从来不是靠别人施舍的，而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我们来看看俄军目前在战场上的表现如何。从7月10号到8月14号这1个月的时间内，从战场的战线上而言，普大帝的军队几乎没有前进。那句话是怎么讲来着？战况有时候是可以骗人，但是战线是绝对不会骗人的。1个月以来，尽管激战不断，但是在从北到南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双方几乎都没有动过。这样的结果自然是有好有坏。好的一面是俄罗斯在这1个多月的进攻中几乎没有什么收益可言，这很显然表明俄军的进攻力量在衰减，或者说真是打不动了。那么不好的一面很显然是乌军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这是不是意味着战争会进入僵持阶段？确切的讲，火力军认为这意味着战线的固化。有观众朋友可能会说，战线的固化意味着战争的长期化，随着俄罗斯在战争和制裁中的消耗，其军队也将会越来越弱，而随着乌克兰在多国援助的持续，乌军的战力会越来越强，所以长期来看对乌克兰有利。这个分析不能说不对，但是这只是宏观战略上的考量。但是在具体的战场或者说现在的形势下，火力军认为是对乌克兰不利的。我们要知道，战线的固化就意味着僵持，而僵持就意味着防御能力的强化。但长时间的僵持往往也会引发停战的思潮，甚至时间久了，乌克兰内部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那就是不愿意打了，来谈判。而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泽连斯基一直在强调乌俄战争的结束要以乌克兰收复全部领土为止。谈判不是不可以谈，毕竟战争最终都还是要在谈判桌上结束的。乌克兰的战争目的是什么？就是收复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全部领土。
俄罗斯的战争目的是什么？按目前来看，就是吞并顿巴斯并保住克里米亚，这也是能够让普京体面退场的最低限度。而如果以现在固化的战线来谈判，明显是对俄方有利，而对乌方是绝对的不利。想要彻底打破现在固化的战线，打乱俄罗斯的算盘，在目前乌东和乌南战场都僵持不下的困境下，那么克里米亚就是绝佳的突破口。不一定是需要乌军大部队的进入，但是远程火炮的打击必须要在克里米亚遍地开花，将克里米亚变成帝国的坟场，让俄军无法全力增援赫尔松，同时还要火力波及到顿涅斯克战区，让俄军无法首尾相顾，这样还会对俄海军也产生巨大影响，产生一石二鸟的效果。因此，在乌俄战场上双方僵持时，克里米亚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乌军接下来肯定还会继续炸蘑菇，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讲到这里，火力军还想说一些关于普大帝的事情。为何普大帝执意要入侵乌克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曾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他对普大帝颇有研究。威廉·伯恩斯曾经讲述了他理解中的普大帝为何对乌克兰有这般的执念，那就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使得普大帝成为了俄罗斯民众心中的英雄。而当多年过去，经济却不见增长，俄罗斯国内问题此起彼伏时，普大帝需要通过征服乌克兰来加强自身执政的权威性，即一个能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重新纳入俄罗斯影响力范围的领导人将会拥有普遍的支持。至于开战会让俄罗斯面临更广泛的制裁这件事，普大帝肯定盘算过。对于武力吞并乌克兰的企图，西方肯定会愤怒，但回应程度有限。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就是先例。普大帝认为美国刚刚在阿富汗输了个灰头土脸，拜登肯定极力想要避免再一次陷入地面战争，何况是为了乌克兰这个以前并非亲密盟友的地区。况且眼下美国和欧洲还在和奥密克戎做斗争，欧洲实际上的老大德国还面临着政权交替，舒尔茨若是尚未难以统合国内力量，主持欧盟外交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面临右翼势力勒庞的挑战，英国则因为脱欧大伤元气。因此普大帝认为这是整个西方最衰弱的时候，肯定无力对抗他的几十万大军。何况2014年以来他苦心经营，建立了几千亿美金的外汇储备，还花了好几年时间让小麦的种植量变成原先的3倍，这些措施都可以保障俄国经济像过去那样挺过制裁。看看火力军之前的战况分析，其实普大帝算准了大部分，比如美国领导的北约坚决不派地面部队和空中力量，德国对于实质性的援助拖拖拉拉，整个欧盟关于如何制裁俄罗斯能源产品则吵成一片。但现在战争打成这样，足以说明普大帝算准的部分远没有算错的部分来得多。泽连斯基没有被他浩浩荡荡的大军吓跑，俄军也没有他想象中的威猛神勇。最为重要的是，被普大帝看成是小兄弟，只有仰仗俄罗斯才能挺起腰杆的乌克兰民族，并不屈服于俄军的淫威，而是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而且在战争中重塑了民族凝聚力。因此普大帝或许可以算得上一个精明的政客，但绝对不是一个睿智的政治家。他虽然擅长各种雕虫小技，完全明白对手的弱点和自身的优势，但在大方向上他却完全错了。21世纪还想用拳头逼别人听话，在这个全球合作的年代仍然心心念念对抗世界，让这样的人引领方向，真是俄罗斯最大的遗憾。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乌军接下来是否会将袭击重点放在克里米亚地区？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